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拼布花园，我是庞慧茹。我的频道主要是讲一些跟缝纫还有拼布有关的东西。如果你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很多人都觉得拼布很麻烦，很花时间，好不容易把布裁好了，可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它，就会觉得非常的麻烦。还有一些人呢，把布都裁好了，也排列好了，按照自己的喜欢都排好了，等到车缝一开始就整个乱掉了。车缝完的时候呢，颜色都不在你原来想要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和方法的去车缝的结果。那例如说这个作品，我这个小包呢有很多的小方块去拼接的，那我也都按照我颜色喜欢我去排好了。所以我有没有更快的方法能够让我把这么多的小布片呢都拼接完成呢？还有例如这个作品，这个叫爱尔兰锁链。那这个图形呢，这个地方的素色布呢，一定要产生交叉的结果。那如果我没有很有方法的去拼接的话，很有可能我出来以后呢，这个颜色就错置，然后我还要拆掉，还要去处理它，这样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让我们又省时又省力的方法，就叫做链状式拼接。什么叫做链状式拼接呢？大家都知道缝纫机呢是上线和下线一起组合的，所以当你的上线下线一起组合，然后一直这样子车缝下来以后呢，就很像我们平常的锁链一样。那如果我这个锁链呢都不剪线，我要直接车缝下去呢，我们就会把它叫做链状式的拼接。那大家如果常看我的影片，就会发现我有时候在车缝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剪线，我就是直接车缝下一片。那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我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做链状式的拼接，让你可以做得更快又更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开始。接下来呢，我就会利用链状式拼接跟大家示范怎么样车缝这12片布。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接缝的方向。我们到底要接缝的方向是横的先接呢，接成2排，然后把它车缝起来，还是我们是直向的先接呢，接成6个短条，再把它接起来。在实务上，其实我们是先接长条的，因为我把它接完了之后呢，我再把它最后从中到最后把它接完是比较快的。那所以我要利用链状式拼接，我会怎么接呢？我会这样子，先这样子的2片拼接，然后再这样2片拼接，再这样2片拼接。先把它2片的拼接都不间断。我接完这一条以后，我就会直接继续接缝这个，然后一份一份的去把它接完。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缝纫机直接车给大家看。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第2个重点呢，就是车缝的顺序。我刚刚已经把布都排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车缝的顺序一定是第1份、第2份、第3份、第4份、第5份、第6份。而且我要注意，我车缝一定都车缝右边这一条哦。你不要一下子车右边这一条，一下车左边这一条，那你出来的时候呢，你的配置就一定会乱掉。所以我们就注意，我的车缝的顺序是1、2、3、4、5、6，所以我待会放回来的时候呢，我的第1份还是要放在这里，第2份还是要放在这个地方，这样就不会错乱了。那我现在就开始车缝。接下来我就来车第1份。我车到这里的时候，我先不剪线，然后我来车第2份。即使车到空针都没有关系，你就继续车就好，先不要剪线。然后我来车第3份。我们在车缝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也就是第3个重点，就是呢，我们的车缝的针目要小，因为我们在这里呢都不会再回针了，所以我们就记得我们的针目呢可以小于等于2，它就不会车一车以后呢，它就裂开来。接下来我车第4份，我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把它先车完。我现在车缝的是最后这一份。当我快车缝完的时候，我先不剪线，
我先把前面的5份呢剪掉。那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刚刚车缝完的5份。那么我现在呢就把它这个前面先剪掉，这是舍布。好了以后呢，这就是第1份，所以我就把第1份这样子放好，记得车线在右边。第2份、第3份、第4份，这是最后第5份。第6份呢，我们在缝纫机上。那我们同样的呢，我们就先把它呢打开来，打开来。那缝份的导向呢，也就是我们要最后要注意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条状的，所以我就要决定我的缝份是怎么导法。好，那我决定上面这一条呢，全部往右缝份导，然后下面这一排全部往左的边的缝份导。那现在呢，既然我全部都要往右的话呢，我就会这样子，先把它刮一下。这边呢往左边倒，所以呢我们就先这样子，把它往左边刮一下，刮一下。待会第6份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同样的做。那现在呢，接下来我是不是就要继续把这个接起来呢？按照刚刚所练式的方法，我去把它拼接起来。我现在就把打开的第1份和第2份呢，把它面对面，先把它车起来。好，我把呢刚刚的第6份先剪起来，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接第3份，所以我先继续车什么呢？车第4份和第5份，就是刚刚的第4份和第5份，我先把它接起来。我的第1份、第2份接好了之后呢，我现在就可以来接我的第3份，也是一样。第3份呢，把它正面相对拼接起来。车到快到尾端的时候呢，我把前面的先剪掉。好，我现在呢，这个是第4、第5份好了以后呢，这是我的第6份，我也把它打开来，正面相对。现在我的第1份车完了，我的第2份也车完了，这个时候呢，就非剪线不可啦。这就是我车好的2条。那么我会按照刚刚的缝份的导向，上面这一排往右倒，下面这一排往左倒，我先去把它烫好。那接下来呢，我已经用链状式拼接呢，把这2条都拼好了。那缝份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呢就往右边倒，这个呢就往左边倒。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只要再把它们车起来，车这一条，那这个作品就做完咯。好，那我现在要去把它拼接起来。好，那我现在要把它车缝完，还是一样，记得要前面要加个舍布，开始。好，我们每个缝份的地方都帮它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样子我们就车完咯。这就是我用链状式拼接呢，拼完的12片布。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我只起针了2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只车了2条线，就把这12片布都车缝完了。那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其实我们只要用到有系统、有方法的车缝，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小片布的拼接都是非常的容易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为我按个赞。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关于车缝的影片的话，那我在旁边这边也有一些推荐的影片，你也可以点进去看。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谢谢你的收看，再见，拜拜。